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丁禹兮、宋祖首度合作，32集司公令定档寒假，这碗馄饨能磕到多少 CP 粉？你听说过蟹酿橙吗？就是那种把蟹肉和橙子汁混在一起蒸出来的宋代名菜，听着挺高级吧？可你猜怎么着？南宋宫廷里有人用这道菜下毒，差点没把一位妃子给毒死。然后一个刚入宫的小宫女，愣是靠着闻味道、看菜色，把凶手给揪了出来。这可不是我瞎编的，是腾讯视频明年要播的那部《司公令》里的桥段。我跟你讲，这部剧还没上线呢，光这个剧情我就已经上头了。先说这个剧的背景，南宋年间，宫里头有个叫上食局的地方，管着皇帝和妃子们的一日三餐。女主角吴真真，宋祖演的，就是个蒲江来的孤女，厨艺好，还懂点药理。她进宫是为了给亲娘伸冤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她顶替了别人的名额混进去，从最底层的打杂宫女做起，一步步往上爬，最后当上了司公令，就是上食局的一把手。这中间她靠什么破案？靠做菜。什么蟹酿橙投毒案啊，樱桃烙风波啊，一道菜就是一个案子，跟神探狄仁杰似的，只不过狄仁杰拿的是折扇，他拿的是锅铲。男主角是丁禹兮演的赵癌，南少国的质子，从小被送到大宋当人质，受了不少白眼。后来终于回国了，可他亲爹不信他，朝中大臣也排挤他，背上还背着个污名。他就一边忍着一边布局，说白了就是个隐忍腹黑的皇子。他跟女主最开始互相猜忌，后来因为一个馄饨，就是一碗馄饨，俩人开始合作。你说这编剧是不是挺有意思？拿吃的当定情信物。这剧一共32集，腾讯视频排播计划是明年寒假或者暑期档，已经杀青了，正在后期制作。主创阵容也挺硬核的，总导演王成新拍过《我是刑警承欢记》，总编剧汪红写过《司藤灼灼风流》，出品方是腾讯视频天然工作室，总制片人张娜。演员方面，除了宋祖和丁禹兮，还有叶祖新、丁海峰、黄海冰、李林这帮老戏骨。叶祖新演赵癌的宗室盟友赵哲，圆滑谨慎；黄海冰演官家，丁海峰演太后亲信，李林演柳贵妃。反派阵营里有林凤仙、沈柔染这些后宫构陷的，还有白术演的南少二皇子，那是全局大反派。还有个叫英哥的角色，杨舒一演的，女扮男装跟女主做挚友。何瑞贤演个和亲贵女，就是个棋子。我特别想说说这部剧的差异化。你看现在古装剧不是宫斗就是仙侠，要么就是权谋朝堂，但司公令走的是美食探案加女性职场的路线，没有后宫雌竞那些破事，女主专心搞事业，破案升职，偶尔跟男主谈个恋爱还牵扯到主线权谋。他做菜也不是光为了好看，每道菜都有讲究，像馄饨是破冰信物，那山海是站稳脚跟的菜，鲈鱼块是联手入局的关键。这些菜名都是按照南宋古籍《山家清宫东京梦华录》复原出来的，剧组专门请了宋史专家和厨师来还原。再说服化道，严格按南宋礼制来，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大红大绿，画面调色清雅克制，看着就舒服。原著作者米兰 Lady 就是写《清平乐》那个，他这本《司公令》在晋江评分很高，读者都说宋史考据严谨，连人民日报都点评过。汪红编剧擅长写复杂人物和悬疑节奏，你看司藤那会儿就知道了。丁禹兮和宋祖这个组合，你觉得咋样？丁禹兮在传闻中的陈芊芊里演的韩硕，那叫一个清冷隐忍，跟赵癌这个角色挺契合。宋祖在乔家的儿女
里演的乔四美又灵动又倔强，跟吴真真这种孤女逆袭的人设也很搭。俩人之前都没合作过，这次第一次搭档 ，CP 感不知道能不能爆。不过看路透图，俩人站一块还挺有那个范儿。有个细节我想提一下，女主母亲冤案这条线贯穿全剧。太后身边那个亲信，丁海峰演的，手里藏着线索，官家黄海冰也参与其中，所以这不是简单的宫斗剧，背后牵扯到前朝后宫的权力斗争。男主赵癌要肃清朝堂奸佞，女主吴真真要查清母亲死因，两人从猜忌到合作，最后双向救赎。大结局是女主执掌六上，男主稳固朝堂，一起守护大宋。说到六上24司，这是南宋宫廷的官职体系，上10局只是其中之一。女主从底层宫女爬到这个位置，中间经历了多少职场斗争，想想就觉得带劲。而且她不是光靠做饭，她还懂药理，所以能识破投毒的手法。这种设定有点像古代版法医秦明加上大长今。还有个配角你们的留意，叶祖新演的赵哲，他在原著里是个挺复杂的角色，表面圆滑世故，实际有自己的盘算。他跟男主赵癌既是宗室兄弟，又有利益冲突。白树演的那个南少二皇子就更狠了，一直在背后搞事，差点没把赵癌弄死。反派里有个叫沈柔染的，好像是贵妃身边的人，专门给女主使绊子。后宫女人玩起来可不比朝堂上那些男人差。哦，对了，这剧杀青时间是今年夏天，我记得好像6月底还是7月初，反正已经过去小半年了。豆瓣上已经有词条了，状态显示待播。腾讯视频把它列为 S 级古装项目，跟《庆余年2》一个级别。32集不长，现在动不动就40-50集的注水剧，这个体量看着就舒服，应该不会太拖沓。不过有个是挺值得聊的，就是这种美食加探案的剧，国内之前也有过，比如《大唐小吃》或《珍馐记》，但那些都是偏轻喜剧的，没什么证据感。司公令从原著和主创阵容看，好像是认真往正剧方向做的。你说这宋韵文化最近挺火的，《清平乐》播出那会儿就带动了一波宋代题材热。这次司公令能不能再起一波？但问题是，观众现在对古装剧审美疲劳了，尤其是那些打着文化牌实际还是谈恋爱撕逼的剧。这剧能不能撑住口碑，关键还得看剧本和演员演技。我就有一个疑问，汪宏编剧写悬疑是强项，但美食部分会不会太专业了？普通观众看得懂那些宋代菜名的典故吗？比如蟹酿成真的有人吃过吗？反正我没吃过。剧组要是能搞个美食联动，播出期间出个同款菜谱，说不定能火。你们觉得呢？丁禹兮和宋祖这个组合你磕不磕？宋代美食探案剧，你会追吗？